突然发现一个我跟我老板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可能我过2天会跟他聊这个事儿，就是因为我发现我的目标不管什么时候，我想前进，我想奋斗，我的目标是让我自己变得更专业啊，但是我老板的目标是为了让我变得更火。就是看似路径是差不多的，但是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造成了一些矛盾。我是王月月，我是一个现役 idol， 今年29岁。Yes。因为它分成了 A 级、B 级、评级 S、A、B，然后我们现在没在 A 级1人，所以我们推的会有的平台跟之前评级还是一样的，有的平台就降级了，降的多的2级，普遍会至少降1级吧。他肯定知道，但是他自己也能感知到自己流量是有下滑的。我记得我出道第1年，我打球都不超过3次。去年开始就不那么忙了，因为不那么火了，就不用那么忙了。然后现在可是周都打得有，可能因为现在比较糊。18年的数据，当时转发是破100万的嘛，然后现在的话，转发数据好的话，可能是2位数，缩短10倍。我记得去年就年底，今年年底的时候，我就觉得再干1年完事儿了，今年把想干的都干了。对。也是我们就是拥有流量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从那个就是市场上反馈，粉丝都说昆音特别像一个国企啊，然后那个就是有团建呀，然后那个艺人这个出行说出差啊，然后那个还要就是那个记账开发票什么的，就觉得特别有意思。昆音太不像国企了，这待遇不高，福利不好，然后天天加班。对，大家还任劳任怨，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像国企。咱们非常穷，现在非常穷。这本来老板说上下班给打车都给包，现在都不给包了。最近虽然是面的和市的，就是项目比较多，但是真正落实到后面的，就是非常少。所以就是现在的情况是，他一直除了5月底我们的5月巡演，然后还有他的专辑出来之后，就是后面没有一个确定的可以持续曝光的一个东西。这2天他是没有一个对外的东西，但是他最近在努力的给自己找东西拍，就是不放过每一次妆发的机会，然后甚至是有时候就是前一天晚上12点或者凌晨1点，突然在群里说我明天要拍一个什么东西。我有跟他沟通，他现在经常老跟我开玩笑，就突然来一句什么，没有28了30了，然后你让我怎么样吧，就老是这样。就感觉好像确实，他这个正好是有空窗期，他就是有那个，就是好像貌似30而立的那个阶段性焦虑。对，我其实一直在跟年龄做斗争，因为我出道非常晚，我当练习生非常晚，加上天赋也没有那么好，所以我开始的时候好累啊，就很累，就看到大家就是同样的进东西进步的都比我快，而且我非常慢热，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当年是觉得，哇，我已经这个年纪了，我再开始会不会来不及了，我是不是不可能做到了？然后现在呢是会觉得我没有时间了 ，I'm running out of time， 我要抓紧了，我要赶紧冲刺了。我还想在最帅气的年纪实现自我。对，本来你说偶像这种就是吃年轻饭的一个行业，对吧？必须得认这个事儿，再考虑转型，但是没想好转什么。对，然后最近在学习表演，如果有表演的机会，还是想试一下。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做销售这么赚钱啊？不好意思，跟您介绍一下，这个店是我开的。就是他们没有很多网络上或者说怎么去说他们不好，或者说不敬业怎么样？我觉得是没有，我觉得他们反而比我们要更加用心，因为他们知道这可能并不是说他们
专业的地方，但他们在努力的学习啊，在努力的去变好。因为偶像不是很多嘛，感觉就现在很多选秀节目很多，然后如果他们不拓展的话，应该就没饭吃了吧？最后，我也会觉得这帮偶像化着个浓妆演不了戏啊，我也会这么觉得。偶像这个标签是会被外形束缚的，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在会束缚你很多内心的东西。我们演员需要不是每次都是演帅哥的吧？人都是会更尊重内在，而就是批判很浮于表面的东西嘛，对。喂，笑，那个明天几点 OK？ 我明天全天。明天全天是吗？那我明天白天，我想想，我明天上午、下午不行，上午不行，下午上课，晚上跳舞，然后那就还得10点11点，就子墨他那什么活儿，就得那会儿赶是吧？但是我昨天确实试了一个戏，挺合适的。我昨天试了一个角色，是一个28岁的理工男。对，然后学的专业都跟我一样。这不你得征服人家。挺好。行，我昨儿问了那个老师了，老师说你确实演得不错，就很真实。是吧？是对，你知道我这体验人生类型的吧？对，我不是给我安排个课吧？什么课？就我去讲课。你要去讲课啊？就找粉丝听嘛，反正也对吧？应该也只有他们也愿意听这个，愿意听我讲课对吧？我要给他们看到的是我做到了这个事儿，中间的努力是我自己要消化的，这个痛苦，哪怕失败了之后，我知道我看到自己那些努力，这个痛苦是我自己消化的。如果只给大家看到过程，看到我每天的努力，我这，对吧？就一顿操作猛如虎嘛，一看比分0比5，这真的是很苍白的，或者说那会削弱我努力的价值。这个价值观不太正确，但确实是被认可了之后才能被理解。如果说我不认可你，但是我理解你，那就是怜悯。这个场景真的非常绝，我觉得这个视频就是我要那个感觉，要不咱就拿这个当 reference 吧。没定呢 ，MV 5月上旬吧。MV 其实具体的，就是这个点子我们还在争斗，还在 battle。批量上帝被打成了名牌，批量生产就是批量生产上帝，制造上帝。其实我想影射一下偶像行业，就每个人都是就制造出来的偶像，你知道吧？我开始我之前采访也说，我觉得刚开始火了，我觉得是个骗子，真的我觉得是个骗子。我觉得凭什么我可以火？对啊，那有比我很多厉害多的人，就是我给他们到底带来什么，然后让他们来喜欢我？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其实我当时觉得有点德不配位了，对。因为饿浪 MV 其实表达的是我们3个人那个状态嘛，然后走分支线的时候，我想表达更深层次一些，想要那种黄暴跟那个什么，我们可以隐晦表达，也可以不露，好像人类欲望的。要不就穿着衣服嘛，就是要不然就是你就算穿着衣服，它这个场面就这个裙什么，这就不怎么弄啊？这不行啊，对吧？你怎么对你18禁以下的粉丝那什么呢？你不是18禁吗？你不是贴的18禁吗？一次都贴18禁吗？因为我很担心的是，这个相关词条都会被抹掉。偶像应该是正能量的，这我都说好多次了，对不对？不是，我是觉得极致讽刺就是正的。我知道你追求的是艺术，真的。为了出圈，还是要希望大众都可以看，都可以接受的嘛。不是，我说咱这个主题，咱想这个东西，而且咱们现在就是一个出圈的东西。是，但你就是咱们现在不是，我跟你说，不是代表大众看才是出圈。看这些人，就看这些东西，爱看这些东西的群体肯定是在的。我问你是文艺片出圈啊，还是李焕英出圈？不是，那就不是一个。你能 get 到这个点？我能 get 到，那就跟咱们本质的东西就完全不一样了。我的本质也是抨击不好的东西，反讽社会不好的现状。是这样，就是咱们就也 can't have everything。因为我发现我这人呢，就是不是，就是跟想的跟大众不太一样嘛，可能是我这样 I don't know。但是对吧？不是，其实我有很多面嘛，但是这首歌我真的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碰到一起。I can't， 这不是一个东西。就是要过审，好吗，哥哥？
我们对。好，那就现在我们过审为行，那我们现在已经，要不然这么好一作品拍出来，我觉得艺人过审案子一定能让我们把它散播开。对对对，有宣传效果。对。我现在做的很过啊，我现在其实做的蛮过的，在秦姐看来，或者在公司人看来，在别人看来，我其实是没有给市场这个面子的。对，就是我可以接受市场回馈不匹配我所表达的自我啊，因为很正常，很正常。卤煮这个东西不是所有人都爱吃，不是所有人都爱吃，口味比较重，对吧？火锅都爱吃，大家基本上都爱吃火锅。假如我要做到那个3做的特别好呢，我就爱吃卤煮。你们70%人不爱吃卤煮，那这30%人想吃卤煮就想到我就把那3%做到极致，就是很好的。他在做就是个人的艺术追求的这件事情上面，是否能考虑一下市场这个东西？我也是觉得他需要再提升一下自己对整个市场的感知。为了这些东西，尤其是近期，也真的是争执过很多次。从他先跟各部门开始争执，然后一直到最后跟我争执，然后给了团队挺多的压力。就像我老板说的，他说这个东西并不会反哺你的职业，但是这个东西会反哺我，好吧？我并不 care， 我还是要实现自己的，对，我并不是要实现职业，我也要实现职业，我也要实现自己。这个东西可能就会有一些冲突的地方。其实艺人本身的一个常态就是像股票一样，有起有伏的，非常非常正常。但只不过他们这个就是从整个娱乐圈来看，可能就流量艺人稍微特殊一些。但流量艺人就是你无时无刻其实都应该是一个高频节奏，然后一直活跃在就是大家的面前呢。但是就即便是这样，那市场也在更新迭代嘛，带来一批又一批的新人，更年轻或者是更具有天资的，或者可能甚至从小就开始学艺的，比他这种半路出家的人，可能本身上来就条件也好。总体来看，2年多，他确实也不可能说一直在那个位置上，一定会有一个下降期。然后就恰巧这个下降期和他的这个年龄碰到一起了。那如果说真的要做大转型的话，首先你要参加的项目就必须是大项目、长期项目啊，就不能再那么碎了啊，那么随意的去上通告，所以就需要等待。你喜欢是那种往下滑，找到这种感觉也可以。我看一下这从哪儿接合适啊？带着空能看到我，带着恐惧起光正泛黄，双眼微张，悲怆一颗彷徨眼前。放着，声音拉大。有点太大了。这歌要火了，卡着拍了。2周得有1周录的是夜莺，没有，就是这10天得有1礼拜录的夜莺。我那天算了一下，就是你这次录这个专辑的时间是你正常录专辑时间的5倍。不是，我跟你说啊，就这首歌，To the Moon是第1天不好吗？不是，第2天又重新弄了一顿。这不舒服。这为什么不舒服呢？你们没听过 Grime 吗？跟这个歌的风格。你懂这歌你做的吗？不是我做的，我就是一个社会上的一个听众。就是这样，就是你们嫌我口音圆，我还嫌你们口音扁呢，你懂吗？就比如说我听到这块儿，他要唱 In Paradise， 我觉得，我可以试一下，我一会儿可以按你的感觉试一下。但我跟你沟通这，我不是为了激发你斗志，而是让市场更接受这首歌。你看看，对，我说的不对吗？对不对？但是刚才当你接收到我们信息的时候，你进行的不是处理操作，而是说，我觉得我能唱这个，别人唱不了。我就觉得我唱成这样是 OK 的，别人你们想听那种是，你刚刚就这么说的，不是？对吧？但是首先我跟你说主观，说的那个，你来处理我的信息，我完全 OK， 我也听得懂，能 get 到。但是你刚才的状态真的不是这样的。所以我每次其实我问秦姐，我会问她的意见啊，我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为了找气手。
我会从就是批评他的评论，就是这个反对他的评论之中获得动力，你知道吧？就是你比如说他说一个什么事儿，他说哎你这歌这块儿，我说你不懂，然后呢我也会自己琢磨这事儿，然后我会做到，就是比他要的东西更好又更自我，又不按他的东西来。所以还是有意识啊。我真的是被硬掰的这个行业，你想我真的从开始当练习生，我就是唱歌也不会唱，我真的五音不全开始学唱歌，四肢也不是很协调，四肢不协调，然后唱歌也不那么好听的一个状态，开始当练习生的。说什么在偶像行业里面说我什么文化高，其实真没有，我就是上了一大学，可能加上出国留学读了一个研，其实那个学校是因为大家都不太高，显得我高，其实真的没有很高。就是有一天早上起来，真的就是早上起来，我记得特别清楚，一睁眼，收到一条信息，说你想当明星吗？我的，当时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不可能实现，但是我依然想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人跟我说了这个话。也是因为我们其实高中那会儿隔着2届。就是这个长得帅的都会出现在篮球场上，然后月月非常热爱这个篮球的这个东西，现在包括他事业上也能看得出来，依然还非常喜欢打篮球。他那个时候在高中的球场上就已经很发光了，对，所以那个时候认识了他。当时我已经上班了，当时去国企工作了1个月的时间，其实是很不错的当时一个国企的工作啊，房地产技术开发做项目，其实是跟我专业很对口的，工作了没有几个月，赚了小1万块钱，还挺多的其实。对，然后这1万块钱就是我后面1年的花销了。对，就是我的资本积累了。练习生每个给我们发1000块钱，1200块钱，我记得是，就是一个补助，真的就前面1200块钱，还有保密啊，不要跟外边人说这个事。所以他当时就说我就拼一把试试。然后呢？但是我就说，那你家里同意吗？他说家里肯定是不同意的，那就只能先瞒着。就反正肯定会造成我家里的不安，然后我就没有跟他们说这个事儿。这中间有1年半的时间，因为国企会发油2米回家，当时管他们借钱，然后就买了点这些东西。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也全日制，他们也全日制，只干一件事情。然后后来就被圈起来了嘛，后来就被亲戚圈起来了。舞蹈老师特别会骂人的，所有舞蹈老师都会骂人，他会当着我们的面跟老板说。靠这波人赚钱，别做梦了。每天这种吧，每天结束就是一首 loser 送给你们。毕竟老板嘛，还是这个结果导论比较重要啊。但是天天说你们看你能不能行？过2天就我认识什么，再认识什么人，有一批新练习生来把你们都给换掉了，把你们都弄走，这种感觉，当时就很焦虑。哎呀，不会换掉我吧？我白练了这么长时间。我是昆音娱乐的练习生月月，在当练习生之前，我是一名工科男。拍那个节目，我妈就是录给家长打电话，然后先是我给我妈打个电话，然后是这个范丞丞给范冰冰打的电话，我妈就默认他跟范冰冰同框了。哎妈，啊，那个没事，挺好的。啊，挺好的，没事儿。啊，跟家呢？啊，你哪天有时间回？啊、我没有时间回来了，我可能得5月初才能回来了。啊，什么事？你说。我给你打钱，我给房子。啊。给我打呗，你有账号吗？啊，还是之前那号哈。啊，还是之前的，现在就给我打啊！啊，我给你打。哎呀，这财迷的样子。哎，好儿子，谢谢好儿子。哎，没有，不给你打多少，我自己留点。行，你看着吧，啊，你给我花了，好吗？行。偶像这个职业，我一直没觉得是个职业，偶像是个标签儿。我开始很抗拒偶像这个词儿，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一定要会些什么。比如说詹姆斯是我的偶像，他因为打球好，他因为给我带来能量。假如说我告诉你，我的工作就是要给你带来能量，就是要让你每天变得更好啊，那就是像骗子。可能我没想明白吧。It's okay， 对。然后上一次会议关于月月的，就是他是艺人里面最不像艺人的艺人，或者是最像普通人的艺人。就是你可能那个艺人的光环完全没有的话，那可能就是因为粉丝喜欢这个明星，或者别人喜欢这个艺人，那你也是有一个距离感的。但如果你太像正常人的话，就没有那个距离感，就不像个艺人了。那其实不太好。
艺人什么叫艺人的样子？我不知道什么是艺人的样子。有一个书吗？有一个手册吗？艺人行为手册，或者是艺人样子手册，画一个人，然后来卤煮，然后没有吧？没有这个东西吧？所以没有，我不知道艺人什么样子 ，sorry， 我就是艺人，我这个样子，我就是艺人的样子。Skirt。我想想啊，我跟你汇报一下最近干了什么。我已经连续2周是一个高压的状态了，对，其实是强度蛮大的。然后，做了专辑，完成了专辑，然后，上了表演课，试了几个戏，然后每天都有大强度的健身，然后舞蹈课也没有落下，然后，差不多吧，就是我这2周让我更强壮了。你抗拒数据这个事儿吗？因为你发现最近其实公司就是听到这2个词非常高频，发现了吗？我其实抗拒数据，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之前学的东西都是这些东西，对吧？理工科。你觉得数据代表着什么呀？理工科市场，数据代表市场。数据代表市场。数据代表市场。数据代表大部分人喜好。数据这个东西，就是我是能看出来它的局限性的。被限制。还是什么？会影响你状态、情绪。因为你看了数据又看不到数据背后的东西，能看到背后的东西，你才叫真的理性。只看数据的人叫看热闹，觉得，对，看不到理性，就是看表象啊。你真的不在意你火不火吗？你扪心自问一下。不是，就是你不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到你吗？我当然希望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但如果说让更多人关注我的方式是，那我觉得最简单火的方式，那不是就是对吧？就做一些好玩的东西，比如说我就直播吃个就肯定火了，极端了，但是这个意思，我不想。是我们之前经常开玩笑讨论过100种立刻能火遍全中国的。那你觉得你现在就是这个之前就是你觉得你很焦虑，然后我马上30了，我这个那个的，跟这个数据的结果导向有关系吗？你觉得？可能是我害怕失败，对，所以我想抓紧时间，就是我不知道后面要干嘛了，所以可能你肯定对吧？肯定是有焦虑的，对，然后。因为也没有什么底，因为当时也没有什么底气，因为我可能就是作品也没出来，然后自己可能，一些东西没有达到最好的状态，只是在做。对，我希望呢，就是我最近这段时间不是一直在非常就是想去了解你的状况嘛，对吧？因为我现在不是也30，马上31嘛，我就在想，我2年前有没有过同样的。焦虑，或者是就是大家所谓的，就是可能这段时间都会有个什么焦虑期啊。然后你看网上有很多什么30岁女性怎么样了啊，然后但是肯定除了女生以外，肯定都有。我就一直在想，就是我当时是什么状态？我跟你说，为什么真的前一段时间焦虑的原因是为什么？就是我觉得我更好了，我觉得我比之前，我比时期，我比刚出道的时期，我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好了，我更有想法了，更强大了，技能更优秀了。但是我觉得我。机会越来越少了。所以其实你内心里根本不在意你的年龄。我觉得好像我战胜的事儿都比年龄要难战胜多了吧？好像这个原因。那你现在做的那些东西，让你看到什么未来了？我跟你说，真的，这3首歌给我很大的信心。你也知道，作为我们来说，我们最开心的2个时候，出歌的时候，演出的时候，演完出的时候，对吧？这是成就感最大的2件事。那你想过退休吗？那一定是得是做出点大事之后才能退休。能吧？我只能爬上山顶，我才能往下跳。我不能从半山腰往下跳，要个体面也要个体面。所以当我的老板有什么感觉？当你的老板，其实有省心的地儿，也有挺费心的地儿呢。但是我觉得省心的更多吧，因为发现就是。很多事情不用非得面面俱到的跟你沟通，你才能理解。
你自己本身就能已经理解很多事情了。我想捋一下这个东西啊。就如果你是员工，你其实是自驱型的，你不需要被别人规划。对啊，我是一个非常自驱型的员工。而且我其实大部分时候是，我们还是告诉你我们需要什么。对。就或者是你看到了啊，我们需要这个东西，还是对吧？就是我的规划是给你们规划一个快速能到达你们想要的那个结果的路径。我的规划路径跟方式。不是说我让你去干嘛干嘛啊，而是说那样做可能会能更快的达成我们的目标。OK。对，所以我还是想知道，就是你的，比如你的下一个阶段性目标。那这样吧，其实我想达到一个阶段性目标是，我想在保持自己现有的。就是以舞台为基础的 idol 的身份上面多一个新的能让我往扩散性延展的身份。我去给你规划那些东西，实际上是我就是想让你的特长发挥出来嘛。然后你自己擅长的，你能发挥出来，你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到你嘛。那阶段性目标肯定是需要更多的人关注你。但是我觉得你最终还是一个以成败论英雄的人。对吧？你觉得现在这个社会上，或者喜欢我们的粉丝们，这个市场上，他们也是以成败论英雄的吗？就他们会因为一个 idol 或者是一个艺人特别努力，但是还没有做出成就，就会喜欢他吗？之类的。如果我中间不做相应的妥协，就吃饭都很难。是不是？我不帮你们实际一点，大家一直追梦，肯定不行。你终极目标是什么？哇，我终极目标是实现自我，真的是。可能我35岁的生活状态该是什么样？我在35岁时想要一个极致浪漫的人生。就是我跟你说吧，就我觉得极致浪漫的人生是我可能在叙利亚的一个村庄里面，带着我的比如说救援团队去救助战争受伤的。就是懂吧？战争中受伤的孩子，这种感觉 ，something like that， 类似于这种。你会很想去做这件事情吗？我真的很想，但是我觉得这个目标是比一个当艺人更难实现、更大的一个东西。哇塞，那我之前都跟别人说好多类似的话了，是吗？对。但是关于心理健康的，然后所以我就想，哎，那我们就去试吧。但是那个时候我发现我没有那个能量，咱们公司没有那个能量去真的起这么大的事儿。哇，这也太难了。然后后来我就一直记着这个事儿，记到现在。我以为我俩得吵一架呢，但是其实没有。我发现很多共同的地方。好像很不熟一样。好像很不太熟。因为其实我之前觉得我没有觉得你追求的东西跟我一样啊。就是没有觉得你追求的东西也是这个路子的，对。所以我不屑于跟你说，因为我怕你说了之后你也不理解。哦，这么夸张啊！你是把我完全放在了一个无知商人的位置。后来我一想，其实就是你是拉动一些人跟你去完成同一个目标的，你是带动一些人的，这个我觉得很厉害，很成功。就当我其实，有点避讳谈及自己的所谓的理想或者所谓的梦想之类的东西，因为我想做出来看嘛，对。但是其实说出来之后，我觉得，哎，他也是接受的，然后，这个感觉其实挺不错的。所以其实他本身的状态比我想象的要好。我昨天还是跟他说了很多我之前没有说过的话，没有跟他说过的话，甚至没有跟别人说过的话，一下理解了很多他做事原因，理解了就好办了，你真的理解了就好办了，对。然后我觉得他应该也相对来说理解我了吧。想以后就是多跟他有这种比较深度的聊天儿，然后这种谈话，我觉得确实还挺重要的。就是老板其实就是应该跟员工尽可能的到达这种状态，我觉得特别好。希望大家有点善意吧，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们看完这一期到底是什么反应。既然我们都敢于表达了，那就给我们接受度高一点。谁能看到我带着恐惧情